美国陆军最终选择 V-280勤转旋翼飞机取代黑鹰直升机，这对中国有何启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日前，美国贝尔公司宣布赢得了美国陆军40年来最大直升机采购竞标，贝尔 V-280英勇勤转旋翼飞机中标未来远程突击飞机项目，并计划在2030年左右取代约2000架黑鹰通用直升机和1200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要注意，这可是一个改变美国旋翼机行业游戏规则的决定。希克斯基公司出局，美国军队多年积攒下来的直升机运行规则和经验，以及相关条例都要做出调整，飞行员和机务维修部门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代价恐怕会非常大。但是美国人也不是傻子，能做出这项决定，肯定是因为里面有巨大的好处。V-280英勇勤转旋翼机与我们非常熟悉的 V-22鱼鹰同样来自美国贝尔公司，但是 V-22不是一种经常坠毁的勤转旋翼机吗？ V-280难道就根治了 V-22的不安全问题了吗？ V-280于2017年12月首飞，至去年6月共飞行了214小时以上，展示了低速敏捷性和远程巡航能力。它的最高巡航速度达到305节。V-280名称中的280代表了飞行速度能够达到280节，即每小时520公里，是现役直升机速度的2倍。同时，它的航程也将增加1倍。针对 V-22出现的安全性问题， V-280对勤转旋翼系统进行了优化改进。该机由水平飞行模式过渡至悬停模式时，已无需转动整个发动机舱，只需转动旋翼轴的部分即可。在反应速度及系统结构方面均优于 V-22。 V-280除了提高了可靠性，同时还降低了研制和生产成本，价格甚至能控制在当前黑鹰直升机的水平上。在装备采购、作战使用、后勤保障方面都有很高的性价比，可以为军事人员提供一个作战机动平台，或者执行普通直升机无法执行的任务。在多功能使用方面， V-280有通用型和武装攻击型2种。通用型可以搭载2名机组人员、2名机枪手和14名全副武装的作战人员，而武装攻击型则可携带多种机载武器执行对地火力支援任务，用于取代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贝尔公司还在研究 V-280的自主飞行能力。该公司的副总裁文斯·托宾表示， V-280上采用的电传操纵系统和相应研制的控制力，为其增加自主飞行能力提供了便利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陆军最终选择 V-280对中国有何启示或者是警示？ V-280真的解决了 V-22勤转旋翼机固有的问题了吗？黑鹰原本就是全球最可靠、最先进的通用直升机，美国人现在说淘汰就淘汰，这证明了一点：勤转旋翼机代替运输直升机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中国是否也应该考虑开发自己的同类型产品呢？如果说 V-22鱼鹰是一款性能比较突出但安全性比较差的机型的话，那么 V-280是否解决了 V-22存在的问题，让该机在性能上比传统的通用直升机全面领先的情况下，其安全性、可靠性、维修性和采购成本是否也能满足要求呢？这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特别是在如何简化动力装置设计，改善其工作可靠性和使用的安全性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好在当今研制勤转旋翼机的技术路线有多种，特别是在使用电机驱动技术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前途。实验结果表明，它可以极大地提升勤转旋翼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中国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珠海航展上已经展示过多种不同的勤转旋翼机方案。那么基于中国未来对通用直升机的巨大需求量，我们或许有必要研制自己的同类型飞行器，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